好，来看一下比赛开始了啊！这个一上来就是高能，今天晚上也没有啥比赛今天晚上比赛呢就是2场灰 K，8点12开始，然后2场灰 K 抢20，说难听点就是说白了4个小时吧啊。然后你8点12，那就是4个小时，就是12点12。然后灰再跟何俊打，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？有可能会出现。再1个小时，那就是1点多啊，你就算吧，你算吧啊。基本上今天晚上就这么定了啊，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看看啊，这个老 K 呢，他先是1批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抢20他是不是到中间要换批的啊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换批，但是呢，这个连续打2场抢20，相当于1场抢40，这不纯属。这个就晚上他俩，我估计就明显就要有点打急眼了，就是啊，你知道什么叫打急眼了吧？就是直接崩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比分比较悬殊的话，还好一些比如说这个20比10什么什么的，对吧？你要是20比10的话，或者说是20比0，那到20比0肯定不至于，对吧？20比10相当于1场抢15打满，也就是1个半小时。那就保守说啊，就是这一共是抢50的比赛，保守说，也点5个小时。就是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保守有可能碰见那种什么包王、华阳、神龟、乱码七糟的像这种 PK， 有可能再加上立回排人，没事再抽根烟，有可能会达到7个小时乃至于8个小时，这个我不多，你们懂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就看吧啊。目前来讲呢，这个灰呢先是2批上场，然后呢终于是让老 K 抢到了这个屎黄色的大猪，而这一手这个黄猪这个基本上就是老 K 的标配了也比较好认的啊。为什么一个飞机平台抽走那么多呢？不是抽走多平台抽很正常，平台抽就是那你平台抽，那你像我开直播，我又不交那个平台的那个摊位费，对吧？2场20比19，然后把把都是周 game， 然后把把都是立回排人，然后把把都抽根烟，然后把把呢都是。对吧？最后一个人，然后怎么样？如果把把都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记住一句话，就是今天晚上废了啊！好了，我们看看。好，来看看。来，这点血，其实第1局上来就能打到这个状态，有点不太容易的。大门现在有1颗气，他只要一刚 CD 的话，就死了。现在，哇，他妈第一时间后跳，老黑这一局输的很憋屈啊。他憋屈在上来就是一手后跳这手后跳有点着急了，因为本身呢，他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崩一下，崩完了之后呢，一个跳臂。如果你倒地不受身，我直接霸个阵呢，对吧？何俊是谁？我也不认识我只是后来才听说过是一个广西的高手好，我们看看现在1比0，老 K 呢，其实还是要看8神8神赢不了不好说。像刚才呢，也是大门已经算是有机会翻盘了。如果8神被对方这个灰打了一个类似于。就跟 Perfect 差不多的情况下，那老 K 就难受了。也就是说，老 K 就不是大门，就除了反3之外没什么好说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大猪肯定是不能平衡对抗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一局，开局生龙1丝血，原地跳地。虽然说不是 Perfect， 但跟 Perfect 也差不多了。你看，18秒能加将近废掉的1半的血量，然后呢再加上有气儿。这个8神打猪呢，虽然说不是特别好打但是你懂的，8神这个人物万金油你随便打的。这个就是说8神的优势，开局一个掏，前跳 C 一个抓，重手这种情况下接亏3，然后2点半晕，原地起跳直接打晕，原地起跳 C 打晕了原地起跳 C 的这个晕值更高一些我是东北哪里人？我是牡丹江黑龙江省牡丹江的那这样的话
今天老 K 赢一局还有一个飞机吗？不会了吧？不太容易了，因为那个我是 KPL 今天应该是没来啊。说白了，昨天就是可以了，这一天，如果天天都是这样式的啊，那我操，那老 K 就是我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他妈就点真的是 K 老板啊，刚巴得啊，对吧？你这直接联系到我命脉了，对吧？断人财路犹如断人生路，对吧？你这如果说对吧 ？K 谁要赢 K 老板，我跟谁急？但是呢，咱要点脸啊，咱是一个职业解说，老板开心了呢，送点飞机啊，对吧？可以了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，这就是说八神玩不好，就是你看我刚才说了吧，第一局呢也就勉强啊，算是灰没有把八神这个余热啊发挥的太好，而第二局八神一手1v3的局面，然后大门你想反3，你要说你反别人3也就算了啊，毕竟还是灰嘛，对吧？你反灰的3那不太好说。好，来看看两个八神。我不认识啊，你们说谁我不认识啊，也不用说在这里扯，我要认识我就说了啊，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，然后省得好像这个在这里好像给谁打广告一样，真不认识啊。而且这个认识就是不认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好比就现在我们你对吧？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习近平主席，我说我认识，对吧？但只是他不认识我而已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要说这个人，我是不仅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确实是啊。好，一手回3。这边灰，对吧？这边灰，怎么说啊？灰呢2比0之后啊，这一局八神扔了，你吧？这个八神扔，哎 ，K 老板，你好像喝矿泉水辣着了。你发波的时候，你怎么说呢啊？好，连续的发。跳地一个抓，这一局看看八神的这个余热怎么说啊？下盘一崩，往前拉，空中一抢，轻手一摸，好突地啊！10来秒钟，灰能不能挺？灰再挺，但是老 K 一直在进攻，好的。没有晕，不过血量直接一个抓，然后重手一挠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你八神能打出1v3的局面，我也可以啊。你这样的话，你看你灰的千鹤，你想翻盘吗？很难啊，对吧？你把我八神高速，你也高速我的猪啊！我八神膈应都膈应死你了。好的，这手升龙打得非常巧妙，残血直接助词打乱动，算是打了一个这个 perfect 啊。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残血嘛，对吧？你打 perfect 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，但是你能不能过猪，这是最难受的。啊，飞士报道啊，你才报道啊？好几天不报道啊，逼逼来的啊。好，来看看助词过来，往前一压，然后斗过来，下只手助词一个下扣，不会真反3了吧？好，一个崩，老 K 一直在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呢越想越亏。你看，再后拉。大猪现在在寻找，他在蹦来蹦去，忍再蹦，好的，再后拉，一拐腿把，时间，哎，这手助词被踢了一脚，好惨，后跳地，助词被崩，现在还剩残血，再崩，哎，这几秒钟的时间，大猪能不能？好的，不能啊，但是呢，留了一颗气。满血1颗气的大门，面对也就1/3血左右的千鹤，胜算依旧。但是大门看看能不能沉得住气啊！一旦被骗了就很难受。大门现在最好不要蓝之山啊，就不用考虑蓝之山，我就是拳脚摸你就好，然后控制好距离，我给你对招对血不亏。好的，一个崩，轻手重手 ，CD 取消，前跳 CD， 这是角落里面压制下手助词。再助词一打，下重手再助词，往前一打，下重手再来，要破防了啊！直接打晕，哎呀，他妈的还真是翻盘了呢，去，他还真是翻盘了啊！哎，怎么说呢？我这个毒奶啊，妈的
这多多少少，呵呵，我这一手毒奶有点东西的啊。大猪一顿刚 CD， 导致大门没有气，对吧？好，原地起跳 C， 哎，他明显没有考虑到对方会打中啊，他怀疑自己被掐青腿打中了。现在灰这一局血量虽然说占啊，老 K 他们两个人都很有意思啊，你看啊，这又是一手跳 C 打下臂。这个跳 C 打下臂啊，不是每次都能成的啊，还是看节奏的点啊，有的时候下臂占优势的啊。呜呜，好，一手大脚丫大脚板，直接一手踢过去啊！你这一手的话，两个人八神看似互换，但是这个猪之间的对拼啊，也是都非常理解的。你看这手猪怎么说？开局一个扑，又是一手扑回来，腿把转球被打。猪跟猪之间的对决，那你看就是小拳脚啊。你虽然说你感觉好像什么，但是主要还是抢空，以抢空为基准。你看在空中有优势，就等于赢了猪的全部啊。只要你空中优势大，猪就把对方打拉胯。再抢想起跳被重锤打回去。现在 KY 猪啊有点东西了啊 ，KY 猪现在明显上头了，是吧？这就很难受啊。啊，助词被崩，回身反崩，怎么说？底盘，远距离，好，助词后拉，这一手腿把打得很准，还能不能重蹈刚才那局的覆辙，我们不清楚啊。但看看这局千鹤后拉跳地重手，下盘这手助词没敢崩，空中一抢，原地起跳后拉，回身一崩，然后再往前拉，这个位置啊控制得非常好。但是这个大猪能量闪身明显是要转啊，他没办法自动回身呐，他练后前重手也晚了，那个不是角落啊，练后前重手也晚了。这个 CD 直接打中对方能量闪身的必杀取消有一个定格的效果，灰打的是滴水不漏。看看老 K 怎么说，助词底盘再斗下盘起手远距离。再打下盘助词下扣，刚破防，再慢慢2下爆气，后拉3下，后拉4下，好，直接蓝之山。蓝之山的话，这个血量应该是刚刚好啊，没有死肯定是死不了，但是起身怎么说不敢捡也不敢抓，然后直接一手腿把对方带走。这一局蓝之山是一个转折点啊，抓住蓝之山了，对于千鹤来说，这就是大饭馆血，一个蓝之山接8个阵。而且还是角落里，这点尤为重要啊！如果不是角落里啊，还是很难受的啊。角落里的话，千鹤会非常的慌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2个8神，下盘起手，空中再抢。那我感觉啊，这个老 K 呢，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局就明显什么呢？就是第一局是翻盘，但是第二局这一局老 K 主要是大猪玩得好，然后呢大门呢正常发挥。看看灰这一局怎么说？这一局灰的明显是面巴啊，明显有点面巴。CD 发波，我吃的是草莓啊。今天没飞机了，那你天天这么干，那我这天天有老板这么干，那我还是吧？那我早就格斗区第1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无敌的啊！圈 A 我是 KY 哦，你这一天天的净整些有的没的啊！这玩意儿真金白银的都往前掏，一会儿你给老板全吓走了啊！好，看看扣地掏裆，灰想逃，但是现在怎么说？来手绝地反击的话，还是有机会。好的，跳地接抓这个爆气效果啊，直接摔死了。那这一局的话，还是要看怎么打猪，因为毕竟血量很少啊。我们看看这一局。老 K 是占据1P 的有利位置，但是这局血量还很多。开局一个崩，
再崩一点，前过来轻手反摸扑地，这明显是有点着急了，明显是有点着急了啊！好。乌利亚，还是不行。屎黄色的猪啊，用尽了自己浑身的能量啊，虽然说还是微亏了一点，总算是拿下了啊，拿下就好。你看这一局啊，不到1/3的血量，他可以慢慢蹭一蹭这个千鹤，而且可以给自己的大门留3颗气。他留3颗气，这个大门就行了，哎，不需要留，对吧？太多，你看2颗了，你看我残血，能打多少是多少，不行我就留3颗气，对吧？好，再崩2下，一转，跳 C 后前手一崩，忍一手，好，再崩，千鹤已经没有气儿了，一丝儿，这样的话留2颗气满血，千鹤没气，大门胜算依旧。我们看一看啊。好，直接一手一玩竞猜吧啊！狼还有蜂蜜卖吗？有啊，连续的轻手摸，我们看看祝慈往前一打，再打祝慈，这一局大门的气儿啊，还是要留着，他在为自己争夺一个好的进攻机会。这个摸胸推加原地跳地。千鹤好像有小半管血，也就是说，可能我感觉他好像有37%、8%的血量啊，将近40%，就2下就打死了，而且大门没爆气，只不过千鹤爆气了，也一样啊，被打得非常疼。2比3，老 K 慢慢的把比分咬回来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这是一场抢20的比赛啊，兄弟们啊，抢20的比赛意味着什么呀？别闹了啊，抢20的比赛他妈的。操！我这抢20，然后20比19，对吧？抢20，然后20比19，那今天一晚上交代在这儿了啊！我估计就12点半了，真的。然后再跟何俊打，那还打个屁呀！啊！一手回2回3打乱斗，灰开始反击，又是小葵花打乱斗，前跳 C， 再前跳，忍一手，好的下盘往前拉。啊，升龙被骗了，这明显是被骗了啊！这手升龙骗的好惨啊，相当的悲惨。好，来看看，前跳 C， 原地起跳虚晃，下盘2点接魁3。我们看看，再落地抓，重手一挠接钉，可以。这手接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前反身位，感觉这几局啊，明显是灰歪8啥也不是啊。这个8神不行，那直接就再见，那对吧？你看还是谁8神玩的好才是最主要的。这一局打了一个周 game， 但明显对于灰来说一点逼用没有啊，没有气儿啊。老 K 呢？啊？我们看看2颗技 ，OK， 2颗技，你看这怎么说？对吧？你好想崩，这有气儿还不如没有啊！这考虑到你要约，好的漂亮，送了2颗气儿呢。但是就算大猪送了，他没浪费气儿，也会把2颗气儿平安的啊过渡给了大门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大门你懂的，是吧？啊，祝慈过来。好，后一拉，远距离，原地起跳。哦，这个懒子山，而且扔进角落啊！你看啊，震完之后不，他不震，落地钉想多了。但是这个摸胸推，再来下重手闪身一个抓，3比3平，可以啊，让3追3，有点东西。梆梆。哎，没法说啊，这个游戏看得出来吧，还得是8神，什
嘛，就是当然每个人物玩的好，你想1v3，想2v3，想反3都行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8神，想要达到 S 级必须要有8神，想要达到双神必须得有8神加大猪，你看没看见？你看，我说的都是对的，真玉良言啊，那都是真玉良言的，知道吧？你就相信我就好了。你看，灰灰连续4局。啊，当然呢，不能说连续4局啊，有1局呢，灰灰的8神是赢了啊，然后但是被翻盘了，就不多说了。但是呢，这连续3局吧，这个连续多局啊，这个灰灰的8神就跟没有一样，而且有1局灰灰的那个好像是用千鹤反3的才赢得了1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局看看灰灰的大猪跑到了1P的位置上，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。站壁一脚，站壁一个扑，后拉，再找。现在8神开始发波流啊，开始发波流，掏裆一点，发波，快波慢波接，往后拉，再忍。这绝对是哈都肯的这种玩法，你看。好，再忍，横跨轻手，后跳 CD 1丝血呀，但是这1丝血很讨厌，你看不见？就这1丝血就能讨厌死你。还剩几点时间，腿把你看啊，哎，原地跳 C 打的一个寂寞啊，原地跳 C 打了个寂寞。那这种情况下3比3，那对于老 K 来说，他明显有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方，就是说啊，这点猪我应该怎么搞死呢？我是崩死他呢，还是崩死他呢，还是崩死他？哎，他有想法，后期我了个操，是要崩了，老 K 要崩了，他选择要崩死套路，对吧？我不打，你不打。好，后前手直接磨死，我不赞，你不赞啊，直接就是前列腺。好，下盘起手助词。好，回身再崩。好，落地往前拉。助词的连续被踢，回身一崩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9000万纯净水啊，赠送我狼的3张办卡，支持我狼啊！2场抢20，不得干到后半夜啊！我感觉吧，如果按照他俩最近的战绩的话呢，有可能会打到12点，他俩有可能会打到12点的。12点之前能结束，是因为比分稍微的悬殊一点。然后咱们再抛开什么上厕所啊这种时间吧啊，4比3，让3追4。老 K 呢是横跨的比分啊，这手横跨比分多多少少有点欺负老实人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灰灰这几局输的80%啊，都是8神啥也不是，然后大猪也不给力，对吧？好，灰灰这一局有点发力了啊，有点想发力了，这个8神有想法。好，一手回3，第2是发波落地抓，好的直接盯。这种情况下别你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接重手？你看，你接重手他也死，不接重手他也死。你说那接重手不是你能多加点气儿吗？你没看见刚才他那个气儿快满了吗？你挠他，他万一对你挠，对吧？挠了这一下多了1颗气儿怎么办？这个大猪不就2颗气儿了吗？啊，这都是在考量啊，但是呢，能不接反正就不接，不在乎你打那个站住手那点气儿啊，不在乎的。好的，坐地炮一个大魁，有晕点，没晕，闪身过来，重手一掏，一个转球过来，回身再崩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空中再响。好，落地，还得是8神。其实你会发现啊，输和赢就是8神的事儿。就犟啊，就这帮人就是为什么这帮人永远都上不了 S 级，永远都上不了1线顶，因为不选8神就上不了。为什么进不了 S 级？就是你8神在牛逼的情况下，必须要有一手大猪来承上启下，剩下的那个人无论是千鹤啊，还是大门，还是玛丽，就哪怕是个猴子啊，你得有一个顶尖的大猪才立得住啊，你得有一个顶尖的8神才立得住。如果这两个不行就白扯
我跟你讲，何时明显就是什么呢？八神算的是 S 级，算是国服八神啊，虽然说不是国一八神啊，但是国服八神。千鹤呢也是国服千鹤，但是呢不是国一。大门呢，应该是省一大门啊，上不了国服啊，所以说他上不了 S 级，他上不了这个神级，你懂吧？然后呢，叶枫是什么呢？叶枫是千鹤是国服，玛丽是国一啊，对吧？然后八神呢是省一啊，就是八神不弱，只不过他上不了国服。这叶枫八神是面八，所以说他也上不了 S 级。你懂什么意思？你大家伙能听懂吧？灰灰呢是国一八神，现在他是国一八神啊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今天被打的给逼的行啊，今天有点被揍了啊。当然刚才这一局不说，那这一局也是加千金手，他不敢加了，有一点约，一点就约，轻轻一碰啊，好，他是国一八神，这个毋庸置疑的，因为无论是最近的战绩还是前2天的那个1v1比赛啊，国一八神。然后呢，再就是前2天看比赛的话，国一大猪啊，为什么说是国一大猪不是老 K 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老 K 的大猪啊，前一阵确实打灰灰不太好打，咱们按现在来算啊，现在来算。然后呢，千鹤的话呢是国一千鹤，所以你会发现它是3国1啊，它是3国1，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啊，它是现在来讲啊。就以现在来讲啊，咱们不能算以前啊，比如说什么17年、什么16年、12年，那不能算啊。咱是说以2020年年底到现在2021年年初，咱们现在这么一个弧度时间啊，灰灰确实是啊。老 K 是什么呢？老 K 是国服八神啊，比这个叶枫要厉害，因为叶枫这个面八是省一啊，国服八神。然后呢，国服大猪啊，有可能会竞争国一大猪。但是呢，国一国二之间嘛，啊，国一国二之间，大门就毋庸置疑了，国一大门啊，这个确实是。所以说呢，老 K 呢，现在呢，他现在要把这个八神追上来，才是跟灰灰这个掰手腕子的这个较量的根本。所以说，你看老 K 赢灰灰，只有八神赢，他赢的几率才能占75%以上。那总是你说大门也可以反3啊，但是很少，因为咱们不是抢1的比赛，咱们是抢15、抢20。你看反3，有的时候一场比赛也就1次2次就不错了啊。好，闪身，你看就大猪来讲呢也是，大猪来讲呢老 K 也是啊。首先先把八神的实力能不能提升到跟灰灰一个档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大猪他有能力跟灰灰争国一，但是就目前来讲呢，在国一可能稍微差那么点。我是用一个通俗的手法在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。那当然今天的比赛呢也可以作为参考啊，因为现在的比分是4-4，也不能说明什么啊，对吧？一会儿呢，咱们看看今天晚上的抢40，也就是说2场抢20结束了之后，咱们可以再对今天的这个比赛复盘一下，看看2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怎么样啊？就今天的这个巅峰赛，怎么上的分啊？谁掉分了，谁增分了啊？都可以说，啊，这都可以说。然后现在呢，你比如说咱们说一些其他人啊，郝小丫呢以前也是拿过，对吧？以前是拿过国服八神、国服千鹤、国服玛丽，以前也拿过国服大门、国服大门、国服大猪都拿过，因为他登顶过冠军，啊，也确实是剃头过某些小伙伴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对吧？这个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由于版本更新了啊，这帮人可能是套路换了，所以导致郝小丫内分泌失调，你懂吧？啊，好。老 K 呢是连胜4局之后呢，灰灰连胜2局，灰灰连胜2局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还是灰灰领先一点点啊。老 K 呢，你看我分析啊，就我作为一个主播，大家伙听我分析啊，没有毛病的，我非常客观的分析这个事儿啊。相信我啊，现在老 K 呢，他第一是先追八神，他的八神对吧？目前来讲呢，他八神呢有可能灰灰那个老 K 今天晚上还好。前一阵的老 K 的八神有可能还不如这个河池的这个八神的实战效果，但是呢，这一阵啊，这个八神明显起来了啊，有点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大猪呢，只要发挥到跟灰灰5-5开，那剩下的就是看玄学，看这个发挥了。因为呢，千鹤和大门的变数很大，这2个人都有非常优秀的反3能力和爆发能力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爆我，我也可以爆你，我蓝之山爆你一下，你大半管就没了。你千鹤一个布阵，有可能我就晕了，我就死了。但是呢，蓝之山的几率明显是比布阵的几率高。总体上来讲呢，还是看大猪吧啊。就是这一套下来，大门没有气，对于老 K 来说是很难受的事儿。所以说呢，老 K 的大猪跟灰灰的大猪为什么现在有差距呢？我跟你说一个实在的话啊，
就是老 K 的大猪和恢复大猪。老 K 的大猪它是有留气儿的使命的，他这个气儿不能乱用。两个人在拼大猪的过程当中，老 K 的大猪这个气儿又用在刀刃上，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用。而灰这个大猪呢，他就可以往死用气儿，他可以爆气，他也可以崩 CD， 可以能量闪身。他的气儿呢，留不留给千鹤用处不是特别大。这就是说，你大门呢需要气儿，这个就是累赘。大门有气儿了，它比千鹤的这个等级高。比如说都是3颗气，我大门3颗气，你3颗气，我不怕你对吧？哪怕我2颗气，你3颗气，我都不怕你。但是万一我大门上来没有气，或者只有1颗气，我只能用一手钢 CD 或能量闪身上找机会，那就难受了，那这就难受了。这就是说这两个人组合有根本上的玩法上的不同。所以说目前来讲呢，你甭管怎么样吧啊，这玩意儿是3v3的比赛，又不是1v1的，所以说你怎么想都行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他来了，赠送我狼的3手办卡。昨天我们的他来了大哥啊 ，ZY 啊也是送给我狼不少办卡啊，连续就是3张，连续送了好像得有个3，对吧？5、7、8次啊，有5、7、8次的。好，看看，回身一个崩。现在啊，我跟大家伙讲嘛，就如果说是咱们现在玩这个游戏啊，你就是说难听点，你选超8神你都打不过灰的，这个不用说的啊。但是我说啥意思啊？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这个事儿啊？就是说，按照我们比如现在比较熟知的这种啊，像王者荣耀这种 MOBA 类型的这个游戏啊，咱们可以怎么说呢？就是这样啊，这么理解吧，就是 T0。就是说白了啊，就版本之子八猪啊，八猪是版本之子，相信我啊，就这两个是真的是啊，非班即选，就是版本之子。然后呢 ，T1 的有一些某些非常牛逼的独特技能，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，应该说是千鹤啊、大门、玛丽、龙二、猴子啊，你们懂吧？然后 T2 的话，这是 T1 的 ，T2 的话是什么呢 ？T2 的话呢是啥呢？是这个什么红丸啊，对吧？然后呢这个什么当然啊，这 T1 里面还有个七加射啊，我忘说了啊 ，T1 里面还有个七加射，但七加射呢1v1的话它可以算 T1， 但如果是3v3，由于流气儿的问题，七加射可能会 T1 和 T2 之间嘛啊，对吧？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来看看掏裆，轻手一摸，5比5啊！这老有问黑龙江彩礼，每天都是有人问，我都怀疑是不是一拨人啊，老问这个事儿干嘛？对吧？你要找一个黑龙江首富的这不丈母娘，没准人家对吧？你给个屁彩礼，用你给，对吧？用你给，对吧？我鸡西煤老板的女儿，我嫁闺女。对吧？我女婿来了，我直接来迈巴赫开走，好吧？一手迈巴赫，然后在哈尔滨给你买一套最贵的楼，我他妈就不相信了啊！这玩意儿你多少你得看你怎么找媳妇儿啊！这玩意儿你找个愿意要的卖女儿的，那可能管你要个30、50万也说不定啊！这玩意儿没法说啊。黑龙江的顶尖高手有谁？黑龙江没有啥顶尖高手啊。顶尖高手的顶尖高手没有啥，但是呢，像哈尔滨小强也算是2线顶尖啊，现在不算了啊，当年也是2线顶尖的选手啊，现在就不算了。黑龙江玩啥玩的多啊？玩酒吧玩的多，但是也是不咋地啊，也是不是特别强。然后黑龙江还有一个是玩的，有一个啊，就是在拳皇95，他在国内啊，应该是排在第2名。他可能是排在鬼骑士后面，因为他草剃精是第1草剃嘛啊，全球第195草剃的啊，只可惜呢这个游戏不火啊，你懂的。好，下盘。这边这一局，这就是灰的大猪啊，发挥的比较好啊。当然呢，猪跟猪之间呢还有一个1、2P 之分，但是我觉得像他俩之间的对决啊，1、2P 其实无所谓的，
啊。你说1P有攻势，但是呢，两个人也会交换体位，只是默认啊，1P就是站在1P的位置上，他有这个开局的攻势而已，也没法说这个事儿啊。而且呢，我跟大家伙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。相反，为什么灰灰的大猪现在来讲呢，比老 K 稍微牛那么一捏捏啊？为啥？这个就0点转球来讲呢，其实我跟大家伙讲一下，你会发现，这大猪从1P往2P，就是角落里面轻手挥空，刚 CD 也会骗，能量闪身也不行啊，反抗更不行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。主要是猪这个招式打一些体型比较大的能用上这个招，比如说大猪，比如说大门，但是呢千鹤就不行了。所以说老 K 的这个大猪呢，他打这个千鹤的时候，这个0点转球啊，这个用不到啊，这个他用不着这个角落，这个赖招他用不着，他只能说打吴志辉大猪的时候可以用，这一点就很重要。而吴志辉呢，如果是1P当然他2P 也可以嘛，因为两个人交换体位了嘛。我可以打老 K 的大猪，我也可以打老 K 的大门。你没有气儿，角落里我也是呜，你这一下怎么说，对吧？所以说用大门有风险啊，兄弟们啊，用大门是有风险的，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。你看大门打千鹤，被千鹤揍得跟猴似的，突然一个机会，一个蓝之山就瞬间扭转整个局面，哪怕这个大门只剩1丝血，他都会翻盘。但大门，你可能说大门这个人很猛，打千鹤有一套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为了这个打这个千鹤，他前面的人给他铺垫了多少？没有气儿，那0气儿大门打千鹤都给你跟千鹤干，等于跟电干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跟电干的啊！就是作为这么多年解说，大家伙你听我分析啊是有道理的，不是说你老听我狼给你讲一整解说，很多人解说，哎，狼你吹牛逼，咱该讲故事的时候讲故事，咱分析局势，是吧？分析局势，你像我看我们这种做解说的，在古代可能就是什么，要不然就是说客，要不然就是那种就像那个张仪啊，苏秦张仪，对吧？这种啊，孙膑庞涓啥的，运筹帷幄，决战千里的啊，当然这是开玩笑啊，这纯开玩笑。就好比那个徐庶破那个八门金锁阵，对吧？你必须得有子龙啊，对吧？生门入，景门出。那你要是随便找个李马烂子去，那肯定也不行啊，对吧？这个将帅得合作，将相得合作啊。你像我这个多多少少，我就给他分析局势。你看，这就是0点能量闪身啊，他这个能量闪身闪的位置啊，还是比较这个绝的，否则啊还是会被骗啊。好，往前一拍。铺地一点，对，2P 啊，我跟大家伙讲，2P 打1P 的位置啊，就是2P 的方向啊。无论他现在，你比如说老 K 刚才为什么是下重手可以接转球，他下重手接转球呢，就2P 往1P打是可以连上的啊，它是可以连上的，因为这个下重手打完之后呢，对方的这个受创这个后仰时间长，受创后仰时间长，对吧？那如果是你是下轻手接，那就接不上。但是你要是1P 往2P 打就可以。好，来看看，回旋一个崩，前，再崩，你看双崩，哎，然后用来贴近这个千鹤，3崩，跳壁8个阵，好的，起身，现在把所有的气儿全用到，大门才能抓住机会，但是现在又被狗进角落。我们看看，马上找出一颗气，但是这颗气怎么说？直接一个狐臭啊，嘎住。我们看这样的话，7比5，能看得出来啊。其实对于老 K 来说呢，3颗气都用得上了，但是在角落里那一波他细节处理的不够好，他没有把这个攻势利用好，结果被千鹤反击了，很难受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石佛哥啊，欲界石佛3手，每日3办卡。偶尔还送飞机，支持我了啊！好，看看原地起跳，3张办卡坠机了，哪有机啊？刚才不是那个谁嘛，那个白展堂白哥给我，对吧？白哥给我送的飞机。好了，战地接葵花，他本身是想刷的啊！原地起跳 C 打对方乱动。好，那这种情况下是，大猪。灰灰的8神又赢了，
我的97水平啥也不是，不是这个肯定会有人说开玩笑啊，说小兰你不要问我的水平，你问我的水平，你不如问那帮解说足球、解说篮球的那些人打篮球的技术怎么样。当然呢，所以说这帮解说足球和篮球的人一般都是怎么解说呢啊？一个男的啊，专业主持人，他是控主持节奏的啊；一个女的是为了卖萌啊，然后当然也一定，尤其是央视啊这种体育频道的，他最起码也是专业的主持人，他只不过啊要有一些女性的这种角度上的声音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呢是技术指导，比如说像有一些什么范志毅啊。像这种什么前国脚什么过来啊，什么包括像大伙说那个什么张指导啊，哈哈哈，对吧？你这种他就是这个意思嘛，你对吧？你分为不同的风格，你跟我讲技术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也不玩，你看我啥时候玩，我都不练，你问我技术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我不以我的技术高低为荣，我也不以我啊，对吧？也不以它为耻。这不是我该做的，我该做的就是把我自己的解说做好，对吧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很多人说，那你玩的不好，你怎么能解说的好？那这个未必啊，对吧？那这东西没法说的啊，对吧？你像那个足球解说韩乔生啊，像什么段轩，像那些刘建宏、黄健翔，他们踢足球，你别说他们踢足球了，那中国国脚、国足踢足球都啥也不是呢，那你说他们算啥呀？那照样也得解说呀，对吧？照样也得解说啊，这是分工明确。所以说你以后再问我，哎，你能打过谁吗？打不过。但是我不以这个为耻，我不觉得打不过谁，哎，你连他都打不过，我不觉得这个是丢人。然后所以说也不用问了啊，但凡问这个事儿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心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5-8，这个比分呢从5-5开始啊，两个人又开始拉开了距离。对于老 K 来说呢，有点难受了啊，确实有点难受。好，来看看，这边是双8啊！一说到咱们这个小菲尔啊，昨天10手半卡的坠了，虽然说后来补了，但是还是差点坠了啊！重手一挠接亏3，你看他说打大蛇，应该说是个老粉了啊，确实是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接下来是面对大猪，这里面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呢。有很多人有猎奇心理啊，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怪怪的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就好比问别人收入一样，就比如说咱们走街串巷啊，就是问亲戚。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，你看他那个生活状况，你看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你就知道他赚钱不多，你还要去问你要赚多少啊，对吧？就跟这女的有眼角纹了，姐呀，你今年多大了啊？那这情商微低，你知道吧？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当然呢，你问的也没有啥意义啊。有时候我有时候经常会犯傻。我记得我最傻的一次是我2011年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老傻了。我跟我一个朋友他妈妈在火车站见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对吧？然后哎，那个佳琪那同学，我说啊，对呀，啊，我说这咋干啥去啊？他说哎呀，那个他姥爷生病了，啊，他姥爷生病了啊，我得去医院，他那个在哈尔滨。我说啊。我说你别不舍得花钱啊！我说傻逼的，我这句话现在想想我都跟傻逼似的，真的。这话还用你说吗？对不对？好像你不说还好，你说了好像他们原本是不想花那么多钱似的，对吧？你一说好像是他们苛待老人不想花那么多钱，你好像点着他一样。我现在都觉得这个事儿很嘚儿啊，有时间要登门道歉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事儿你就当时，但是我当时只是。我直了吧唧的，咱谁能想到这个事儿呢？我确实我的意思可能当时也是说啊，那个老人家有的时候可能是说老人家不舍得花钱啊，你得舍得给他花钱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可能也是，反正就是脑袋抽了。这句话说完之后吧，可能人家就听岔劈了，人家会觉得你好像跟傻子一样啊，你对吧？他就不能说脏话啊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你想就知道了啊。好，一个朝天椒啊！这一局呢，明显啊，老 K 的8神很强，但是呢，被这个灰灰的大猪给抠了。天鹤呢作尾，但这一局未必，因为大门现在啊血量并不是很少，两个人都没有气。天鹤呢在控场跳臂过来想抓，但是被普通头啊！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呢？好的，扔进角落里面，看看老 K 捡不捡？不捡，蹬一腿。好的，668啊，要69吗？不69不97，对不对？直男，我有好多直很直的很嘚儿的事儿啊。
我真的有好多很嘚的事儿。我跟大家伙讲过啊，我记得我当年2006年的时候，2006年的话，当年我应该算是19，对吧？因为我87年的，对吧？我应该属于这个19周岁啊，其实我还不到19周岁，18周岁不到19周岁的时候，2006年我去深圳嘛，我当那个保安，我讲过这个故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是保安的班长，在酒店里，我们那个酒店是个大酒店。那个酒店里面有一种这个服务员，他不是那个饭店服务员，也不是那种就是什么，我们那边有桑拿嘛，还有那个他有餐厅有桑拿，有迪厅，有 KTV， 但是呢这些呢，这个不是这个服务员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大门口穿着就是那种像婚纱似的啊那种迎宾。在深圳当年应该叫咨客吧，咨询的咨啊，就是有老板来了啊，老板那个你想去哪玩啊？我带你上几楼，然后有可能会给你小费，他们拿的是底薪加小费的这个效果，有的老板就给100、200的，对吧？给小费。一般呢这种就长得非常漂亮啊，然后就那个女的呢，她长得虽然说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身材比较好，就是因为大概是1.72、1.73那个样子，就身材特别好。啊，长相一般化吧啊，他不就是吗？他说他就因为我保安班长，可能当时我个儿比较高啊，就相当于对吧？你是1.8米左右的身高，你在深圳当年确实有点东西啊。他就让我送他回家，然后呢送到门口是那个密码的那个大门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说我送到这儿，我说你上楼吧，他说你不送我上楼啊，万一我有危险呢？我说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就送吧，我说都是一个单位的啊。我就给他送上去了，送上去之后呢，他把钥匙插进去，我说我走了，他扭开门，他回头跟我说一句，他说你不准备现在坐吗？我说我还得上班呢，其实我不用上班，你想我都送他来了，我还用上班吗？我那个不是站岗的职位，我属于那种就是我是班长，保安班长，我不用管的，就这些这个就是底下那些站岗的，还有一些放哨的，还有巡逻的，都有对讲机的啊，我不用的，我坐办公室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他说你不进来坐，我说我不进来坐，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吧，我还得上班呢。他说那以后别找我了。我当时我还说他精神病，我说你好像有病，我他妈送你来，我好像我该你的，我操！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啊。真事，你看你们不相信，但这是真事儿。你可能说小狼你是不是编的？你编故事能力也有点东西。我说不是编的，这都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这都该说不说的啊，这都是实话啊。好，69，你看我就说嘛，569它不97，你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比分是有玄学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剧情有点熟悉，没有，不是剧情熟悉的事儿，这是真事儿，这个是真事儿的啊。好，来看看。其实啊，他就是我看出来了，他就是馋我的身子啊。当年虽然说我没有肌肉，但当年我特别瘦。你看我现在很瘦，很多人说小狼你减肥成功了，你得问我是怎么胖起来的。那因为当时我太能吃了啊，我就可能能吃能喝了啊。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比现在我150多斤，153斤啊，个头倒挺高。当时我就这个身高，我他妈的100几斤，我瘦的跟狗一样啊。但是我在深圳的时候是120吧，你看那时候还不算特别瘦，120，一顿吃2、3碗大米饭的啊，对吧？但是也没啥肌肉啊。哎，小伙长得咱怎么说呢啊？反正是不丢咱们东北人嘛啊，不丢东北人的脸嘛，还可以。那时候白，我属于挺白净那种，就不是特别白，但是很白那种啊。反正他就是馋我的身子。啊，我们看看啊，在这里面咱们不要提什么其他直播间的，也不要恶意的啊，在这里挑事儿。在我狼直播间里呢，你要看直播你就好好看，对吧？你要听故事，听吹牛逼，要看看解说技术，咱就好好听，对吧？跟着我的节奏呢，把这个游戏剧情啊整得嗨一点。你如果说在这里逼逼赖赖的，给这扯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挑战一些观众的这个观看的这种感觉，你就控制吧啊，有可能就给你封360了，你小心点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来讲呢，569不97，那这一局两个人都是差不多，看看谁先占到便宜。灰灰呢铺地没成，被老 K 大叔抓住了一个反攻的机会，但是两个人交换体位了啊，一个铺地。
河池是不是比我高半头？差不多吧。河池比我高6、7公分啊，6、7公分。河池是高啊，河池是高。当然河池你们线下见到河池啊，河池打的其实这个属于那种就是不一样啊，就是这个人他跟网上那个劲儿他不一样。他虽然说很皮，但是谁要跟他哈呼，叫我们东北话叫哈呼啊，谁要哈呼他2句，他不敢吱声，你知道吧？这我亲眼也见识过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感谢我们的总有贼子想害朕啊赠送的办卡。好，带崩，前反身位。这一局大门把2颗气全用掉了。虽然说千鹤的血量没有大门多，但是现在对于大门来说是非常难度过的一个坎儿。我们看一下下重手助词往前拉，怎么说？一个后，原地起跳过来，下盘挥空，往前一根再助词，忍一手，跳臂，助词过来下扣打乱动，但是怎么说？现在大门有1颗气，这颗气尤为的重要。怎么说？这颗气？原地跳 C， 腿绊一崩啊，他没跳 B， 他如果跳 B 的话就结束了。好的，跳 CD 一个后跳重腿，7比9。这个比赛还是咬的挺死啊，这个比赛咬的还是非常死，很难受，很皮啊。好，空中一响，再来，这个我们说身高不带地域性啊，咱们别逼逼赖赖的，这个好像有秀优越感。但是我跟你们讲啊，就平均身高的话啊，北方的水土啊，它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呢？北方的水土呢，加上它的这个重盐重辣，因为说难听点，像尤其是像东北啊，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啊。当然了，它这一块做得非常好，就在饮食这方面可能吃得多，有的时候还就是没那么清淡啊，因为越清淡你吃不了多少。这个都是有一些这种方面啊，它不是说别的，不是说血统方面的事儿。就比如说我父亲就是1.7米不到，1.69米，我爷爷1.6米，对吧？到我这儿1.79米，对吧？光脚量1.79米，这玩意儿没法说，就是生活好了啊。有的人可能有点天赋，你像姚明，对吧？那就有天赋啊，这就是。但是咱们说平均身高啊，只能说平均身高。这个再有一点呢，就是你看啊。身高对于男性来说啊是一个坎儿，知道吧？你像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什么各种什么胶囊啊，绿地胶囊现在早就黄了，本身也是智商税嘛，就是假的，是吧？对吧？都是假的，什么钙中钙，什么高乐高，又什么有的人没办法了，只能通过什么啊？通过什么呢？通过那种物理方式来增高，比如说有一种鞋叫恨天高，对吧？啊，来衬托自己的，对吧？这个身高高一点。女性也一样啊，女性呢虽然说啊，她不需要自己1.7米以上，但是怎么点1.6米吧，有的人1.5米，甚至1.4米几，这种人就很难受。她也是想办法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一些，对吧？有一些天赋问题，有一些这个，或者说是儿时的时候长身体的时候，可能没好好吃，对吧？他没有意识到啊。你就像我有个同学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上初2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同学，她的胸部搁现在来讲，可能有冲天杏梨那么大吧。我们就老笑话她，我们管她叫，对吧？有很多人管她叫什么大奶怪、大乳怪的啊，就嘲笑她，她很自卑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等到上了大学，我们在聚的时候，这帮人我操，这帮人真的啊，这帮女的就开始羡慕她了。我他妈这看看人家那个天赋啊，你看看人家那个天赋，我他妈的。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啊？你这个有的时候没法说。好，8比9，现在比分咬得非常死，非常的死啊！好，抓过来，重手再抓，重手一钉。老 K 要把比分追平的感觉，你看啊，
这是把比分追平的感觉的啊！回身一个崩，一丝血落地。现在这个身高这个事儿吧，没啥用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然呢，就是你银行卡里的那个数字啊换一点，对吧？你这个才是正招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说别的没有用，对吧？你看马云他有多高啊？他没有多高，对吧？他不还是照样啊？该揍吴京揍吴京，对吧？但是今天看阿里有点微面了，是吧？今天阿里也道歉了，是吧？啊，哎，不能，他那个不叫道歉，他那个叫，不叫道歉啊，但是就是那个意思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一局八神虽然说没打死大猪吧，但是大猪残血了。这一局老 K 还是胜率蛮高的。这样如果两个人打成9比9，那他妈的就是奔着他妈的20比19，然后还有第二场，他就是奔着打到12点以后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他就奔着12点以后使劲的。我他妈的！小时候鸡鸡大被嘲笑，别闹了。你小的时候鸡鸡有多大？你小的时候，你怎么的？你还能被刺激的能直接起来了哈哈！你又看不到，怎么的？你裤裆里有个大蟒蛇呀？怎么是？难道是你们一起去中间对吧？下课10分钟跑去厕所掏出来让人看见了呀？真是服了！怎么你大还能让人笑话呢？我从来都没有啊！尿尿斗远都比人强，好吧？你这个我觉得不相信啊！你胸部这个是因为小的时候一体育课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有些女生胸部很大，她跑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想想那个画面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她跑她不像咱这么跑，她还点她跑她这左右这样似的，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这可能是生理结构问题啊！咱这里，然后就咣当咣当的，那你说？那可能就有人笑话呗。那个时候咱对吧？那时候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啊真香哎，对吧？那咱不知道啊。那你难道你跑的时候裤裆里面那个大蟒蛇还能呱呱呱？你有这个吗？我这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重手，好了，这一局大门有一颗致命之气。我一口毒奶，结果把灰灰给奶活了，我操！来看看大门这个气能不能盯到啊？前跳地，空中一脚，再踢一脚，原地起跳下盘没确认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大门再慢慢蹲起，有钉没有？一个崩，角落，哎，横跳 CD， 8比10，结果两个人还交换体位了，我了个擦了啊！还特马的交换体位了，这也带交换体位的呀？服了啊！